这是 Eco Mode 哎，是 Eco Mode 来 P 轮哦，有没有搞错？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H。影片开始前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。70迈 A810，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，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，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。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， 而70迈的 A810呢，它是可以支持比他们高3倍的帧率啊，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，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，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，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。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，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。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，在后方的镜头呢，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。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，这一次在 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哦。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，也可以买70迈的 4G Hardware Kit 哦。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，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。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。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的话，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，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的价钱了啦。这样好看的产品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。今天呢，又带大家来到我们 Johor Bahru South Key 这边的 Mid Valley 啊，看到我身后这个呢，就是 BYD。如果你们错过了我之前啊为你们介绍的 BYD 海豚的发布会那一部影片呢，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这边过去看一下。那一部影片就有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BYD 海豚低配版本哦，它的各种细节，还有短暂的试驾体验。上一次那一部影片呢，我们就没有很详细的看过长续航，也就是高配版本的海豚嘛，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高续航版本的海豚长什么样，有什么特别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试驾体验。然后今天的这个试驾体验呢，有一点特别啊，因为平时试驾啊是我一个人在试驾嘛，然后大家都知道电车啊，它的动力啊是很劲很 powerful 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了一个挑战，就是把一台小台 B segment hatchback 的海豚填满。我们载5个人，我们试下看这个海豚驾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， 会不会 underpower， 还是5个人驾起来的感觉也是 very good job。顺便我们可以试下它的 suspension， 因为高续航版本跟低配版本的 suspension 是有差别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讲一下差别在哪里。现在废话少说，我们 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看我身后这一台高配版本哦，就是长续航版本的比亚迪海豚。其实车头、车身还有车尾部分呢，跟之前我们介绍的是一样的，差别的地方在配色。如果是低配版本很容易看哦，你看整台车一样颜色的啊，就是低配版本。高配版本的呢，就会有这一种双色调啊 ，dual tone。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单色就好啦，太多颜色看了有点怪怪啊。跟低配版本一样，有一个很好看的这个 DRL 贯穿式的，然后车头灯一样是很像 JV 这样啦，然后车身侧面一样有一个充电孔。Sport Rim design 不一样，这个 Sport Rim 呢是比较大尺寸的，它的尺寸是205/50R17，然后是一个 Linglong 轮胎啦。这个轮胎等一下我们上路试驾的时候呢，又刚好是雨天啊，就可以知道驾起来它的 performance 是怎样啦。车身侧面跟普通版本没有任何的差别。来到尾箱盖部分，我以为高配版本哦会有一个电动尾门，但是其实没有，它还是手动的，需要用手把它顶上去，然后有2支液压顶杆。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尾箱空间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可以塞很多东西。你们看我的拍摄器材啊，还有其他 member 的拍摄器材，通通都丢在里面。当然，大家可能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非常好用的 Elevo Sunshade。Dolphin 这一款车呢，已经出了 Elevo 的 Sunshade 了，而且这个是一个 Premium 版本，它的 logo 啊是金色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透光哎，喂，是比较有 privacy 的。所以如果你买这台车，你又还没有预算连一个很贵很好的顶灯，你只需要比较暗、比较有 privacy 的话，这样你就可以去买这个 Elevo 的Sunshade，把它装上去。这个 Elevo 的Sunshade呢，安装方式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这样一放，它就吸上去了。它是 magnetic 的，用磁吸的方式。它在它的外框部分呢，就会有安装好那个吸铁。你在这个边框不需要安装任何的脚架，只需要这样子放上去，
它就吸附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好啦。我的每一台车只要有出 Elevo 的Sunshade，我都一定会购买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Elevo Sunshade 的话，非常简单，只要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它的购买链接，点击进去你就可以查看这个 BYD Dolphin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。当然还有其他车款都可以在那个 link 里面找得到啦。OK， 我们现在上来这一台车，因为它是一个全电动的车，现在其实是一个启动了的状态，可是完全没有声音，非常的安静。坐在里面啊，就是感觉这辆车这么没有 start 的。当然啦，因为它没有 engine 的嘛，你不用担心你买到什么3缸的 engine 啦、4缸的 engine 啦，没有抖动，没有震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非常的。那讲多没有用啦，我们现在就上路试驾一下这辆长续航版本的 BYD 海豚，感受一下把这辆车塞满5个人是什么样的 feeling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一台车的试驾环节啊！看到吗？我这个景象这边啊，挂了2粒麦。第一次用这样子挂2粒麦的方式来收音，希望可以收出一个好声音给你们大家。但是这辆车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声音啊，因为它完全就没有声音。然后坐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 Ryan。大家好，我是 Ryan Test Drive 的 Ryan。后面呢还有3位，一个是很久没有出现了的 Jason，那边啊 ，Jaso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然后还有中间是我的新摄影师阿 Jeff。Hello。还有一个坐在我正后方就是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龙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试的这一辆呢是一个高配版本的，就是长续航版本的。官方宣称这台车是可以走490公里的那个里程啊，但是我们都是要给它 discount 一点点啊。我觉得如果可以走380到400就已经很够用了，因为平时我们打油的车啦，好像我自己的 Vios 也是才走400多500啦 ，maximum 走 highway 的话，所以打一桶油的价钱呢是在70块这样子。RON 95，但是如果用充电的这种方式呢，据 BYD 这边南马的负责人Tesla， 他告诉我是只需要30块左右啊，在家里充啦，所以就直接是省掉一个算50%啦，就是省一半啦。也就是讲，你买电车呢，虽然我刚才本来要讲买电车会比较贵，可是其实也没有贵，因为这辆车啊只需要13万啦，算这辆车13万来讲的话，你又可以买到动力强劲，然后又可以买到省钱在充电方面啦。接下来我们会有一部影片哦，是专门讲电车迷思啦。只要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，你就可以在那一部影片里面吸收到很多想不到的一些知识跟内容。现在来到这个 Bermas 这边啊，这条路是我几乎每天在走啦，所以对这条路的路况是很了解。平时我开我自己的车，过一些比较弯闭的地方啊，我知道那个感觉是这样。但是驾这辆海豚啊，你不要看一辆 B segment 的小车啊，它给我 feeling 是那种 D segment 的感觉。简单来讲啊，就是有那种贵车的 feeling 啊。来，我们给 Ryan 来讲一下，觉得坐在前座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坐在前座的感觉啊，首先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特别好啦，没有任何的声音。可是有那个下雨的声音啦。啊，对，就有下雨声音，然后还有一个胎噪声。啊，对。它给到的感觉，乘坐感非常的舒服，够稳。我们给 Jason 来讲一下后座乘坐体验。它后面的椅子算很舒服，我的脚是不会顶到前面的椅子的。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它后面这个头枕是真的很舒服。因为我之前试驾的那一个影片哦，是试低配版的，那个高配版的 interior 呢，哇，大中我的口味。全黑，不需要一堆浮夸的配色，不需要装饰，什么都不用，全黑就够了。BYD 低配也跟他弄一个全黑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子就真的是很美。然后乘坐体验呢，前座啦 ，driver side 啊，比我的 Vios 好坐很多很多啊，就是坐沙发的 feeling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包覆性、支撑感，还有我喜欢这个背后有一个顶出来，这样拖着我的腰啊，那个感觉比起我的 Vios 啊是好很多。然后现在因为是一个下雨天啦，所以可能你们会听到一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啊，那个是因为雨点打在这个车大镜上面。以 B segment 来讲就是这样了啦。但是如果跟我的 Vios 做比较呢，那个雨点打在车大镜还有车顶的声音啊是非常够力的。然后因为这辆是高配版本嘛，所以驾驶座的椅子呢是电动的。所以你讲120多千会贵吗？你买到这样的东西，我是觉得不会贵啦。然后这辆车的加速表现呢是0-100加速7秒哦。我的 BRZ 都做不到这个时间了哦。OK 啊，我们试一个加速啊，前面有一点点车啦，我们现在一脚油门下，泡沫然后，哇，其他还屁轮哦，这是 Eco Mode 嘞，Eco Mode 来屁轮哦，有没有搞错？
因为下雨啦，下雨，转去一个 Sport Mode 看一下，一脚油门下啊，预备 Go。可以闻到，哎呦，你可以看到你那个表是直线上升的，走。他当然抓不住这台车啊！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下，我相信刚才我这样踩油门啊，那个推背感应该会更明显啊，因为刚才有屁轮了嘛，所以就没有那个 torque 的感觉。但是整体这样加下来啦，可以看到它的 meter 是直线上升的，那个速度很强啊。再来就是这一台车呢，虽然它2个版本啊相差才2万多块，可是其实2台车差别真的很大哦，包括天窗啦，还有就是 suspension 也不一样。高配版本的这一台呢是猫低令，然后低配版本的是torsion beam，这个就取决于你们怎样衡量那个2万多块的差价了啦。当然我们都知道电车你越激进的超价，你驾长途你驾越快，它的耗电量就越大啦，跟打油的车不一样，你油完了不是打油一下咯。这个是要充电啦，所以我觉得这台车还是属于比较适合城市使用。给我的话啦，如果我家里有一台满足我开长途车的车款了过后，那买一台电车就是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啦。那接下来如果我有买电车，我会买什么电车呢？继续留守你的频道。对，没有错，留守我的频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辆车开回去还啦。那在开回去还的同时呢，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整个这样驾下来，虽然整台车是载满人，可是驾起来不会觉得很笨重，也不会觉得整个 suspension 软掉，不会有那种 feeling 啊。我的 Vios 会有啦。哇，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讲我的 Vios 的不是啊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完整版我的 Vios 的所有缺点的影片呢，也要继续留守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订阅，小铃铛一定要打开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那个非常够力的影片了。哇，真的可以够力到我觉得 Toyota 一定 ban 掉我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要把实话都讲出来。OK，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低配版本的试驾，所以记得啦，继续留守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。我是阿豪 ATH， 我是 Ryan Test Driver Ryan， 我是 Mr. Low Car Sales， 我是金生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再见 ，Goodbye。